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四起展开为期10天的外访，前往斐济等南太岛国和东南亚国家东帝汶。无论是罕见的几乎访问所有太平洋建交岛国，还是主持召开第2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都令外界对这一马拉松式的历史性访问予以极大关注。此次访问有哪些看点？为何引来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特别关注？来看报道。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周四凌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抵达所罗门群岛访问。当天，王毅分别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代总督奥蒂、外长马内莱分别举行会见。王毅表示，所罗门群岛是此次南太之行首站，此访旨在与岛国朋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友谊，扩大合作。王毅国务委员表示，中方愿同所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将中所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做中国同南太平洋岛国之间政治互信的表率，互利合作的标杆。王毅此行从本周4至下周610天内，将对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萨摩亚、斐济、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等8国进行正式访问，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进行云访问，同库克群岛总理兼外长、纽埃总理兼外长举行视频会晤，并在斐济主持召开第2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在一长串名单中，除东帝汶外，其他国家均属太平洋岛国。中国迄今总共与10个太平洋岛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每一个建交国此次都出现在王毅实地访问和线上互动的名单上，可谓一次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全覆盖。分析指出，今年王毅出访的太平洋岛国中，既有旧友，又有新朋。旧友包括斐济、汤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无论斐济在新冠疫情时向中方送上武汉加油，还是中方驰援汤加应对火山灾情，都堪称中国南太国家合作的佳话。新朋指的是2019年同中国建交的所罗门，以及同中国复交的基里巴斯。虽然只有短短3年，但中所中基友好关系发展迅速。中所还于上月签署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此次所罗门群岛也将王毅此访视作里程碑式的访问。中国外长一次性访问7个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外交上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外界注意到，这次访问也有几大看点。中国长期以来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外交的基础，并在新形势下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其要义在于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而东帝汶以及不少太平洋岛国恰属这类群体。分析认为，王毅此行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南太岛国蓝色太平洋发展计划对接，增进政治互信。一方面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一方面提升南太岛国自主发展能力。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王毅与索加瓦雷总理的会见后，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中就包括蓝色经济及关税优惠等。此外，去年外长会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包括应急物资储备库、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渔业合作发展论坛、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等，涵盖了太平洋岛国最关切的领域和最紧迫的发展需求。如何用好这些机制，评估部分机制运行以来的情况，可能成为看点。王毅此访也时值美国推进印太战略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试图通过近日的亚洲之行继续拼凑小圈子，打造对华阵线。太平洋岛国以其特殊的海域位置和地缘意义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更被澳大利亚视作后院。而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今年4月正式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在安全领域打开合作之门，但也引发美澳方面的无端猜忌。4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这是美高官时隔37年再次访问该南太岛国。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使馆也已经关闭了29年。所国主流英文媒体《所罗门星报》直言，华盛顿自从2战后实际上就彻底遗忘了所罗门群岛，现在他终于想起来了，然后逼着索加瓦雷总理放弃和中国的协议。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本周2还无端指责中国同南太平洋岛国的合作，称中国政府推进与太平洋岛国协议磋商过程或显仓促且缺乏透明度。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反应或者是承诺都是非常被动的。那么美国并不是真心要帮助太平洋岛国，真心要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那么这些年来，之所以美国开始重视这个地区，从根本上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加。那么澳大利亚呢，
这些年来在应对中国影响力方面深感不足，这个时候也把美国拉进来。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在周四前往斐济访问，被解读为澳大利亚新政府有意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黄英贤担任外长之后的首次单独出访。他在声明中说，这次访问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于斐济的关系以及参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重视。We understand that the security of any one Pacific family member rests on the security of all. And we have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s we face these challenges to secure our region's interests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早前新上任的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还承诺将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增加约50亿澳元，并为来自太平洋岛国的人建立新的移民途径。周三，阿尔巴尼斯又发出所谓警告称，与所罗门群岛缔结的安全协议只是中国政府在太平洋地区雄心的开始。在这次澳大利亚大选期间呢，工党借助中所安全合作协议对莫里森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那么批评这是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太平洋外交最大的失败。那么这次呢，黄英贤召集去斐济访问，那么一方面是为了证明，那么工党将履行竞选时期的承诺，加大对太平洋岛国的重视，并且增加对太平洋岛国的投入。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避免在国内政治给联盟党留下把柄，避免回去被批评。王毅周四与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共同会见记者时，针对记者问及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起一些议论和猜疑，王毅表示，中方同所方商签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旨在协助所方提升警务执法能力，支持所方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保护在所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合情、合理、合法，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王毅进一步阐述了中方同所罗门群岛推进安全合作的3项原则：一是充分尊重所方国家主权；二是协助维护所社会稳定；三是与地区安排并行不悖。王毅强调，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谁家的后院，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做别人的附庸。对中所正常安全合作的任何抹黑攻击都见不得阳光，任何干扰破坏都不可能得逞。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也再次回应强调，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中国发展同岛国的关系，秉持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不寻求任何排他性的权利，不对任何第三方构成威胁，同样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同岛国关系发展，共同为促进岛国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多做实事，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分析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正常合作出言指责、干扰破坏，无非是出于地缘政治私利，希望将南太岛国绑上大国竞争战车，是典型的以太平洋家庭之名行门罗主义之实。然而，南太岛国独立自主意识正在上升，不是幼儿园学生，而是有权决定命运的海洋国家。可以预料，王毅此行将继续与南太岛国一起发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呼声，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相互支持，做相互信任和依靠的好朋友、好伙伴。王毅外长此次访问，一方面是证明中国与岛国的合作光明正大，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我们与岛国的合作并不受外界干扰。解放军东部战区周三发布消息称，近日，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这是东部战区本月对外公开的第2次针对美台勾连活动的大规模实战化演练。周四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台海局势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9个提问中超过一半与之相关。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叫嚣要让中国大陆付出代价的人，首先要做好自己付出代价的准备。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敢于出手，敢打必胜。美日近期有不少涉及台海问题的动作和言论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网站近期更新了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删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台独等表述。美国务院发言人随后又解释称，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仍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对此，吴谦表示，美国国务院在涉台政策的表述上自相矛盾，暴露出来的心机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妄图采用切香肠的方式实现以台制华的图谋，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正告美方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一定会切到自己的手。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今年以来，美国会多名议员窜访台湾，其中参议员格雷厄姆与蔡英文会面时，扬言让中国大陆付出代价。吴谦对此坚决回击：美议员窜访台湾并发表挑衅性言论，纯属哗众取宠的政治作秀，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些叫嚣要让中国大陆付出代价的人，首先要做好自己付出代价的准备。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敢于出手，敢打必胜。针对美台勾连活动，解放军东部战区月初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训和实战化演练。有台媒就报道称，一架解放军5直10攻击直升机进入所谓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不仅越过了海峡中线，甚至还深入对面900米。吴谦明确表示，并没有所谓海峡中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哪来的什么海峡中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有关战训活动完全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11陆军大校在周三表示，近日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训和实战化演练，这是对近期美台勾连活动的严正警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频频给台独势力壮胆打气，这是虚伪的、徒劳的，只会把局势引向危险境地，自身也将面临严重后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东部战区5月份对外公开的第2次大规模实战化演练。此外，日本近期也在台海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其中日本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曝光。草案称，台海局势稳定对日本安保至关重要，日本将持续关注台海局势。另据报道，日本自民党青年局代表团近日窜台，有议员称，中国大陆以前所未有的军机数量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而台湾是日本重要友人，因此日本将其当作自身事务看待。对此，吴谦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方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我们要求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切实反省自身罪责，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日方智慧和插手。众所周知，日本当年曾以侵略扩张手段攫取台湾，对台殖民统治50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方根本没有资格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日本方面还对解放军的正常行动表现出过度敏感。日防卫大臣岸信夫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近期在接近日西南诸岛和台湾附近区域活动，中方舰载机起降次数超过数百余次，日方对此保持密切关注。日防卫省通报，日出动出云号直升机航母跟踪监视，日战机升空应对中方舰载机活动。我们注意到日方有关炒作，不少中国网友将日方舰机称为辽宁舰御用摄影师，我们认为这个摄影师不要也罢。辽宁舰的训练活动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指摘。日方如此关注，是有些小心机的，恐怕是想通过炒作中国军队行动来刷存在感，为自身谋求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吴谦指出，日方的近距离跟踪干扰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引发误解、误判和海空意外事件。日方所为既不利于双方互信，也对双方舰机和人员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方要求日方停止一切毫无意义的干扰活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在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大校还回答了美军高层无端抹黑中国军队以及核威慑能力等问题。吴谦指出，美方是国际关系中霸凌行为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此外，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去年11月在南海撞上海底山脉事故，本周一报告也终于出炉。
对于借所谓印太战略加速调整全球军力部署，将大批先进武器聚焦亚太的美国，这份报告背后有何玄机？来看报道。针对美国防长奥斯汀近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称，美军力部署的重点是对抗中国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称，美正面对中俄两个大国，两国均有强大军力，并企图从根本上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强调，美方言论一如既往体现出浓浓的冷战思维、霸权心态和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焦虑。美方的用词不论是霸凌行为，还是破坏国际规则与秩序，字字句句说的都是美国自己。说到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为，美方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说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是全球公认的规则破坏者。众所周知，美国最喜欢拿规则说事，但最不把规则当回事的国家，恰恰就是美国。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近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还声称，美国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时的核威慑风险增加，中国未来可能会利用核胁迫为自己谋利。中方近年来迅速扩大核武库，陆海空稽核力量均取得重大进展。吴谦驳斥称，美军官员罔顾事实，无端炒作所谓中国核威胁，其目的无非是为自身核力量发展寻找借口，维持和强化其全球霸权。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核国。近年来，美方为维护自身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毁约退群，并通过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等方式，推动构建极具冷战色彩的小圈子，对国际军控体系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吴谦重申，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恪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一直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这一政策始终清晰而明确。中方希望美方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积极履行国际核不扩散义务，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尽管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一直呢竭力在中国周边呢打造针对中国的，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还是政治的这种包围圈。包括呢，在中国周边频频的秀肌肉，但另一方面呢，很显然，拜登政府也充分认识到，如果真的不能管控好中美两军关系，这种灾难性后果同样是难以承受的。从两国之间呢这种客观的形势而言，中美两军呢加强沟通、加强交流，避免误判，实际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周一发布了一份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去年10月在南海发生撞击山脉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指出，公开的报告经过大量处理，删除了涉密部分。报告称，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发生碰撞时，正在向冲绳方向进行人道主义疏散演练。按照美国海军手册，人道主义疏散定义指的是一名或多名艇员可以由于各种非紧急原因需要下船的情况，包括常规非紧急医疗以及家庭成员重病或孩子早产等。报告称，演练中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当时在国际水域内的一个美军勘测不足的区域内潜航时，艇首声纳发现了一个未知生物，但之后几段文字被删除，因此外界不知康涅狄格号接下来的动作。在此之后，潜艇撞上了未探明的海底障碍物，11名水兵受伤，最严重的伤情为头皮撕裂伤和肩胛骨骨折。由于撞击过程中造成的持续损坏，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运行。有熟悉美军的专家指出，这份公开版本的最终报告删除了较多的敏感内容，并进行了修饰和编辑，因此外界无从得知事故的真正原因、经过和结果。所谓的人道主义疏散演练，也大概率是为了掩盖美军在南海进行敏感军事活动的托词。还有分析认为，近年来美军在中国周边事故频发，与美方不断升高印太战略压力脱不了关系。还是因为美方太急于在这个地区秀肌肉、显示力量，那么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美方呢迷信于所谓的军事力量，也就必然导致美方在这一地区出现了各种状况，会接连不断。
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南海撞山事件发生后，中方多次要求美方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充分回应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去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方作为当事方，应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美方航行意图、事故详情、到底碰撞了什么、是否造成核泄漏、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等。中方指出，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美方此次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缺乏透明度，不负责任。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但在康涅狄格号南海撞山事故后，美军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加大在中国周边部署。美国海军时报周刊网站4月份报道称，美海军又向关岛派遣2艘攻击型核潜艇，目前有5艘核潜艇以关岛为母港，比去年11月增加了3艘。美方目前呢，实际上他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呢进行真正的遏制。那么呢，更多的一方面呢，通过宣扬他的所谓价值观联盟；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通过这样一系列所谓秀肌肉的军事行动来显示呢自己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仅仅喊喊口号，而是真的呢是有货有料的。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方式呢，一方面呢，实现他们所谓的向中方呢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众多大大小小的盟友打打气、鼓鼓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概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据美国国务院消息人士透露，这是拜登上台1年多后首次正式公布，也将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政策的最全面声明。外界普遍认为，这将成为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观察点。在此之前，拜登与东盟举行峰会，并任内首次访问亚洲。这些广泛的外交接触，又会给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报道。布林肯的此次演讲原定于5月5号举行，但因其感染新冠肺炎而推迟至今。观察指，拜登政府核心成员过去1年多曾在多个场合公开发表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及论述，拜登对华政策轮廓已然相当清晰。其中，布林肯在去年3月初发表上任后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说中，形容中国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还抛出美国将与中国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要从优势地位来跟中国接触。就在布林肯因新冠阳性而推迟演讲后，本月12号至13号，拜登在华盛顿与东盟领导人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随后于上周开启上任后首次亚洲行，出访日韩。期间还在东京出席了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第2次线下峰会，并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据知情人士透露，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原本就是要为拜登访问亚洲造势，营造团结盟友打压中国的氛围。如今，拜登前脚刚结束亚洲行回到华盛顿，后脚布林肯便宣布重启演讲。时隔3周期间发生的世界局势变化，以及美方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动作，会对布林肯公布的对华政策内容注入哪些新的因素，也成为外界密切关注的焦点。拜登政府呢，最近呢，在印太方向呢，有一系列的小动作，可以说呢是动作频频呐。布林肯呢，选择在拜登的亚洲之行结束之后，在美国东盟峰会之后来发表这一演讲，实际上呢，也是希望借助这样一系列的事件，发表一个总的演讲，来对拜登政府呢过去的对华政策的行为呢做出解释，同时呢，也对未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路线做一个前瞻性的宣示。当全球焦点主要集中在俄乌危机之时，布林肯的这场演讲被《华尔街日报》评价到，美国政府准备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尽管俄乌危机分散了美国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处理对华关系的注意力，不过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慢慢成型。法新社称，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导地位。当然是希望向中国身上呢泼脏水，希望呢借俄乌冲突将中国进一步的污名化。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政策战略焦虑，那就是呢，拜登政府并不希望因为俄乌冲突将美国的资源、美国的精力过多的投入在欧洲，
拜登政府呢还是希望能够专注于解决所谓中国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拜登政府虽然呢非常希望能在俄乌冲突中对俄罗斯给予非常有效的遏制，但另一方面呢，他确实呢也不希望因为过度的专注欧洲而忽略了他眼中的亚太局势。为此，拜登政府官员已让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加入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不过到目前为止，该计划进展缓慢，部分原因是印太地区的伙伴对损害自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究竟应该对中国采取多强硬的立场，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对立意见。拜登呢，大部分呢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以后呢，这个美国呢全面把中国视为第一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战略竞争的定位这是过去20年来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和升级。但是呢，如何确定对待战略竞争对手的这个应对的强度和步伐，实际上在美国是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的。因为如果他们过度的刺激中国，那么最终伤害的是他们自己。周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东京一个国际交流会发表讲话，指中美之间日益紧张关系对亚洲发展带来挑战，亚洲必须努力避免俄乌冲突的错误，同时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如果亚洲国家被迫于中美之间选择，不会有好结果。The US-China rivalry is inevitably affecting all countries in Asia. It's natural for some countries to be closer to one side or to the other, but most countries would prefer not to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re will be no good outcome if Asian countries are split between the two camps, each siding with one or the other. 此外，布林肯对台湾问题有何新表述，也是外界一大关注点。今年以来，美方频频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玩弄文字游戏。拜登本周一在日本表示，美国愿意武力护台。随后，白宫紧急澄清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拜登本人也在一天后改口，称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策略没有发生改变。有美国智库人士分析指出，白宫一直在尽其所能防止台海局势出现最坏的情况。因此，预计布林肯将仔细斟酌语言，谨慎表述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呢在台湾问题上以台制华这样一种基本的路线呢还是非常清晰的。但另一方面呢，拜登政府呢也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冒太大的风险。如果说他们真的要颠覆原有的一中原则，那对于台湾海峡局势，对于中美关系，一定都是颠覆性的灾难性的影响。这种灾难对于美方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全面阐述美国对华政策。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国务卿的这一场所谓的涉华政策演说按照彭博社昨天的说法呢，这是一场 long promised speech， 所谓承诺已久。那么，他原本安排是在月初进行的，但是呢，因为布林肯本人感染了新冠，被延后了3周。当然了，强调承诺也是在回应外界的期待，因为拜登政府自去年初启动以来，已经公布了所谓的印太战略，但是呢，在涉华战略，也就是路透社所谓对华盛顿最主要战略对手的系统性的应对上，美方呢始终没有对外做全面的交代，对内呢也缺乏系统性的政策指引。那么，尽管此前白宫已经公布了简化版过渡性的对华政策方略。那么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时间背景是，布林肯刚刚陪同拜登完成了总统任内对亚洲的首次访问，美方公布了包括美国在内13个国家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召集了美日印澳4方峰会。所以布林肯此时出来全面阐述对华政策，已经有了相当力度的政策推进和行动的铺垫。那么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实际上也已经相当的清晰。
所以啊，我个人预判，尽管这场政策演说广受关注，但是呢，预料不会有太多的新意。那么在政策细节上呢，也不会有太深入的阐述。很大程度上，布林肯会把美方此前所做的涉华表述做一个打包梳理。同时呢，按照布林肯本人的说法，在美方以所谓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投入程度来聚焦俄乌冲突的应对之时，那么预料这场演说啊，他也会再度强调美方对印太方向大国竞争的全面关注。此前呢，布林肯曾经以该竞争时竞争，应对抗时对抗，需合作时合作，所谓的美式3分法来界定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从当下中美关系全面承压，美方在印太方向对华施压动作不断，而且呢强度持续升级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来看，预料呢布林肯他会进一步放大美方所谓对华全方位、全场域竞争的表述，把大国竞争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来列举美方构筑小院高墙、搞所谓制华同盟的种种的动作。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场政策演说，它最受关注的恐怕还是布林肯对美方涉台政策的表述。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在日本做出所谓协防台湾表述，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不仅白宫及五角大楼出来紧急灭火，中方也连日做出强硬回应。那么您对此如何预判？一周前，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与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话时啊，已经再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也最重要。但是呢，恰恰是在这3最问题上，美方的实际行动和表态大相径庭。那么杨洁篪就特别告诫，如果美方执意打台湾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的境地。就拜登在东京回应女记者提问时所做的协防台湾的回答，那么他口中的那个 yes 到底是口误还是真实的想法，现在呢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甚至《纽约时报》昨天刊出的分析文章啊，还用了这样的标题 ：Biden's words on Taiwan leave allies in an awkward spot。那么拜登的涉台言论令到美国盟友陷入尴尬境地。美报就分析说，拜登协防台湾说引发了全球震动，将那些个努力避免进一步对抗中国的盟友置于棘手的境地。首按华盛顿权力运行潜规则的美国知名专栏作家迈克尔·金斯利，他有这样一句名言，说美国政界人士的口误，其实啊就是他道出的真相，是那些个显而易见但是从不说出口的所谓的真相。那么至少从媒体报道的正式场景来看，美国总统在涉台问题上至少已经有了3次的所谓口误，也3度引发白宫以及相关的机构部门澄清灭火。事不过三，这第3次抛出的口误说还有人信吗？所以啊，我个人预判，布林肯的涉华政策演说如果涉及到台海议题，势必呢会为美方再度大打台湾牌进行各种政策试探和铺垫。一句话，美方将以格外清晰的方式来全面拓展美国所谓涉台战略模糊的边界。但是呢，我也要在这里特别告诫，在涉台问题上挑战中方的底线，这是玩火行径。布林肯尤其应该听取他的前任，也是公认史上最负洞见、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忠告。那么基辛格是如何告诫现任国务卿的？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基辛格明天将会迎来99岁的生日，他是真正意义的世纪老人。3天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特别年会上，所有与会者都曾经在论坛主席施瓦布的带领之下，一起预祝基辛格生日快乐。那么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基辛格就告诫说，美国不应在涉台问题上耍花招。他的英文表述是 by subterfuge。我相信，在这位见惯政治风云、至今仍然在思考并且洞察世界的世纪老人的眼里，拜登式的协防口误就是最典型的耍花招行径。基辛格警告，中美之间应该想办法避免直接对抗，因为这攸关全球和平，而避免对抗的首要的途径就是不能够让台湾成为中美谈判的核心议题。换成布林肯式的表述，如果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要建成所谓的防护栏，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台海议题上
来构筑真正有效的双边的防护栏。作为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作为联合国5常成员，中美关系的面向与内涵不言而喻。如果台海议题主导甚至全面牵制了中美关系，那么全面对抗乃至冲突的风险将会显著升级。这是世纪老人警告台湾不能成为中美关系核心的要旨所在。我注意到，主持这场和基辛格对话的是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他也是基辛格传记的作者。那么在弗格森看来，基辛格是美国迄今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国务卿，甚至呢也是美国从冷战年代走出的最富政治智慧和洞见的国际观察家。那么对于这位世纪老人在台海问题上的最新告诫，最该汲取、最应反思的，当然是他的后备现任布林肯。他会选择装睡、充耳不闻吗？我们呢不妨拭目以待。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局势陷入焦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乌方只有在收复自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失去的领土后，才会坐下来与俄罗斯谈判。但俄副外长对此回应指，这一言论给乌方寻求和平解决的愿望蒙上阴影。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简报，俄军使用多枚海基和空射远程高精度导弹，摧毁了在扎波罗热市多个乌克兰航空工业巨头马达西奇的工厂车间。而北约也仍在继续煽风点火，甚至扬言准备直接进入黑海地区。对此，西方官员匿名警告称，这会增加该地区的风险，最好不要做。被摧毁的马达西奇工厂车间生产乌克兰空军战机和无人机所需的航空发动机。苏联时期，该工厂曾被称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值得注意的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为了达到去军事化的目标，俄军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业采取了远程空中打击和导弹部队精确打击的双重方式，将乌克兰的军工业近乎摧毁殆尽。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这场军事对峙和消耗战中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毕竟乌克兰没有这个国防工业体系，没有那样一个持续战争的这个经济体系支持，而俄罗斯恰恰有着这个自身的完整的国防体系，以及俄罗斯目前经济上保持较强的稳定性。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西方的支援和西方的援助不能持续，或者是西方的援助不能够如期而至的话，对于乌克兰来说将是一个困难时期。俄乌局势焦灼。英国《卫报》周三报道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公开谴责北约，现在已经完全袖手旁观了。他说，起初北约被公认为是强大的力量，但战争总是一场揭掉面具的考验。虽然一些北约盟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但北约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俄罗斯对乌行动。事实上，北约一直避免直接介入俄乌冲突，但却以提供军援的方式不断供货。另一方面，又频繁在俄罗斯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周二，作为欧洲防卫者2022军演的一部分，丹麦和美国的联合军演在波罗的海伯恩霍尔姆岛举行。丹麦方面派出了300名军人以及战机、护卫舰和火箭炮等武器装备参与军演，而欧洲防卫者系列军演有来自北约30个国家多达4万名军人参加。而本月中旬展开的海王星盾牌北约联合军演也继续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在周二的演习里，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也参与其中。海王星盾牌是北约2020年提出的海王星项目框架下执行的第3场军演。美军官员称，此次演习的演练项目早已定下，但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演习内容也有相应调整。按计划，此次演习将一直持续至本月底，而演习地点除地中海外，还涵盖亚得里亚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对于海王星盾牌演习，俄海军地中海特遣舰队表示正在密切监视一切动态。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美国和北约在欧洲的行动正导致地区军事风险升高，迫使俄方保持警惕。俄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在俄乌冲突这样一种背景下，任何的军演都会增加对方特别是俄罗斯的一个不安全感因此会引发一些对称的俄罗斯的一些军演，所以说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俄与北约之间的安全互信，俄与北约的安全对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基本态势。
此外，北约更是准备将手直接伸进黑海。近段时间以来，北约空中侦察力量就频繁在黑海上空出没。有观点认为，俄海军在黑海频繁遭受打击，与北约的情报支持密不可分，包括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的沉没和北约脱不了干系。而最近，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基斯又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讨论了在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建立保护走廊的问题，讨论派他国船只和飞机进驻黑海地区，为从敖德萨运出的粮食提供保护。乌克兰生产了全球约12%的小麦，他们通常从黑海沿岸港口装上运输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运往其他国家。但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指控俄罗斯海军严密封锁乌克兰港口，导致大量粮食堆积在港口无法外运，进而造成非洲、中东和亚洲国家的粮食短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之前，英国就已经多次派遣海军舰艇前往黑海。去年，英国保卫者号驱逐舰曾在黑海海域遭俄军开火警告驱逐，俄方指责英舰擅闯俄罗斯领海。不过，美国防长奥斯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均表示，暂时没有计划派遣美国军舰进入黑海以支持这样的行动。但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为打破俄罗斯封锁黑海的实质性动作，奥斯汀宣布，丹麦政府批准向乌克兰军方转让数量不详的鱼叉反舰导弹和岸基发射装置，以将黑海的俄海军目标纳入攻击范围之中。为打破俄海军对黑海的控制，白宫最近数周也一直在努力让乌克兰获得更先进的 NSM 海军打击导弹。对于北约通过黑海介入俄乌冲突的一系列尝试，不少西方防务专家都强调其中的高风险。英国《泰晤士报》引用匿名西方官员的话警告说，在未经俄罗斯同意的情况下尝试这样做，会增加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而如果北约执意向黑海派出海军舰艇护航，还面临国际条约的限制。根据黑海沿岸国签署的蒙特勒公约，就严格限制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驶入黑海的吨位以及停留时间。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方面已经宣布关闭了土耳其海峡，从而让所有国家的军舰都无法进入黑海执行任务。表面上，土耳其是不让俄罗斯海军其余舰队的舰艇进入黑海，实际上，土耳其还拦住了北约军舰的动作。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周三正式通过提名蒋家第4代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誓言有信心让台北市再现蓝天。不过，蒋万安在台北这一选战并不好打。此前，蒋万安民调一直低于民进党潜在参选人台卫福部门负责人陈时中。但最新的民调显示，随着蒋万安代表国民党出战已成定局，他的支持度也大幅上升至第1。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蒋万安是国民党的今日之星，也是明日之星，相信他能高票当选台北市长。所有的同志跟支持者对万安充满期待，当然我也必须要替万安讲2句话，他压力也会比较重。充满期待就有压力，但是经得起考验，最后胜利成功一定是蒋万安的。蒋万安随后走出国民党总部，支持者的一片欢呼声高喊蒋万安动算。接下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让台北市蓝天再现，好不好？蒋万安是蒋介石曾孙，蒋经国之孙，其父蒋孝严曾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2016年，蒋万安首度当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他也是目前唯一从政的蒋家第4代。有舆论认为，蒋万安现在似乎初具当年马英九政治明星般的高人气，除了高颜值占了先天优势，40岁左右的年纪也符合政治领导人年轻化的潮流。而蒋家后代的背景对深蓝选民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蒋万安周4启动首个选举行程，到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区赠送防疫物资。蒋万安称，现阶段疫情仍然严峻，民进党当局防疫不作为，放任民众与病毒共存，没有超前部署。他表示非常有信心能够在年底带领台北市民挺过冠病疫情。今年的岛内县市长选举将在11月26号投票，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于9月2号截止。
蒋万安是首位确认的台北市长参选人。他们分析认为，其他潜在可能参选人分别为台卫福部门负责人兼台湾地区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以及亲民党籍的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根据岛内媒体 Now News 最新的网络民调，截至周三晚上10时，蒋万安以51.35%支持度领先，黄珊珊则以16.22%居次，陈时中以10.84%排名第3。不过，此前多份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一直落后于陈时中。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周三通过提名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许淑华参选南投县长，谢国良参选基隆市长。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我认为国民党的这个举动，意味着岛内蓝绿之间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选战博弈时间，也就是2020年9合1选战已经正式开打，而台北市市长的位置的争夺，无疑又是这一轮选战的核心战役。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9合1选举中，国民党一般采取的是下后手棋的策略，也就是要等民进党先出牌。然而这一次，尤其是在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名单上，国民党就是抢在民进党前面主动出击了。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国民党不仅想要抢占选战的主动权，而且想要通过下先手棋的方式，把民进党最有可能推出的候选人，也就是现任台当局卫生部门负责人陈时中，给逼到死角。因为民进党之所以推出陈时中，原本是想凭借陈时中在这次防疫抗疫中的骄人业绩，来强攻台北市市长的宝座。但是最终天不遂人愿，台湾的疫情防控突然破了功，面临着失控的风险，陈时中的民意支持率也因此而跌落神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国民党抢先推出的候选人蒋万安，民进党与陈时中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假如在疫情面临失控的时候，陈时中宣布辞职参选，那会被选民骂为不负责任。即使陈时中最终控制住了疫情，那选民就会认为陈时中就待在卫生部门负责人这个位置上就好了，没有必要见异思迁。总之，国民党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将了民进党与陈时中一军。那您认为国民党推出蒋介石的曾孙蒋万安出战台北市，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考虑呢？我认为很显然，国民党是因为看中了蒋万安的形象好、学历高。因为43岁的蒋万安外形温文尔雅，拥有法学博士学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蒋万安是已故政治强人蒋介石的曾孙，蒋经国的孙子，天生就带着一套亮丽的政治光环，承载着台湾社会对于两蒋的移情别恋的效应。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只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想法，凡事都有一体两面，有利的也有弊的。因为蒋万安在自带两蒋政治光环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自带着两蒋在一部分台湾民众中的负面观感。在蒋万安参选台北市市长期间，这些负面因素将会被民进党积极候选人反复放大炒作，甚至是成为他们的政治提款机。我相信面对蒋万安，绿营一定会揪出两大问题不放：一是如何看待两蒋在台湾执政时所犯下的错误，尤其是如何看待所谓的228事件；二是如何看待两蒋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是蒋家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问题。假如蒋万安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稍有不逊，就会落入民进党布下的政治陷阱。假如一味的肯定两蒋的历史贡献，那肯定会得罪岛内的反蒋民众；假如一味的否定两蒋，又会得罪岛内的深蓝选民。同时，假如蒋万安说自己是中国人，那肯定会被民进党扣上红统的帽子；假如蒋万安说自己是台湾人，又会被扣上变相台独的帽子。
因此，针对两蒋的历史功过以及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如何拿出一个客观理性、不卑不亢的说法与论述，将会是蒋万安在未来的从政道路上绕不过去的一个焦点问题。那您看好蒋万安竞选台北市市长的前途吗？假如这次还拿不回台北市的执政权，那国民党要想走出政治谷底，就将会是一句空话。所以这次选举，蒋万安身上肩负的政治任务非常的沉重。同样，对于岛内的另外两大政治势力，也就是绿色的民进党与白色的民众党来说，台北市也是不容有失的。台北市是民众党过去8年唯一的政治根据地。假如柯文哲不能成功的将台北市市长的乌纱帽传给自己的子弟兵，那民众党将会面临着泡沫化的风险。而作为志在长期执政的民进党来说，假如拿不下台湾的行政中心台北市，面子上也将会下不来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蓝白绿都将派出得力干将角逐台北市。民众党有意派出现任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而民进党则准备推出所谓的抗疫工程陈时中。当然，我认为最终蒋万安能不能成功拿下台北市市长的宝座，尤其是未来的政治前程还能不能更上一层楼，既不取决于祖先的功劳簿，也不取决于祖先的罪与罚，而是取决于其个人的政治魄力、政治心胸以及执政水平。因为跟两蒋时候相比，岛内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眼睛雪亮的选民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